三井良孝并不是一个蠢人，只是先前有了错误的判断，后面的思维模式就不由自主的在那错误的判断上面继续发散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所以当他的女儿三井新美提出质疑的时候，他不仅不以为意，甚至还本能地驳斥女儿的观点。可现在听费可欣说了情况，他整个人瞬间恍悟过来，这才意识到自己这次犯的错误究竟有多愚蠢。想明白利害关系，他顿时惊得一身冷汗。费可欣说的一点也不夸张，如果塔瓦纳真因此丧命，三井家族的声誉就彻底砸锅了，恐怕自己到时都得引咎辞职，否则根本无法给民众一个交代。而且日本的社会风气虽然十分虚伪，但一切都建立在阴暗面不会暴露的前提下。一旦那阴暗面的虚伪和肮脏被公布于众，会瞬间让人成为社会的弃子，被整个社会所不齿甚至抛弃。所以日本经常会出现一种情况，一个老板一家企业可以几十年如一日的造假售假，老板赚黑心钱也赚得心安理得，丝毫看不出有什么罪恶感。可是一旦这种事情曝光，老板在全社会的唾弃下，时常会做出自杀的举动。久而久之，也让日本社会有了一种默契，如果一个人犯了很大的错误，但他选择自杀谢罪，那这件事大家就可以敬他是条汉子，社会舆论一般也不会严加苛责，慢慢也就算翻篇了。而相反的是，如果一个人犯了很大的错误，却没有自杀谢罪，那大家就会觉得他不但是个罪人，而且是个脸皮极厚的罪人，反而更会为整个社会所不齿。所以犯了大错又没自杀的，基本上也就等于告诉全社会，我就是不要脸了。而这样的人也算是彻底放弃了自己的社会价值。在这种社会风气下，一旦塔瓦纳真的在日本死亡，而且是在三井良孝面前被杀手骗走，那三井良孝就算不自杀谢罪，也必须要把家主之位让出来，家族不会允许他继续坐在这个位子上。一想到这，他心里对叶晨更是感激涕零，连忙问费可欣：费小姐，叶先生他们已经回来了吗？回来了。费可欣道：你立刻把三井家族的安保人员都召集起来，内外封锁，不要让外人进入停车区，也不要让派对里的人出去。嗨，三井良孝毕恭毕敬地躬身道：在下这就安排，一切多谢费小姐和叶先生了。费可欣道：谢我做什么？我不过就是个传话的，真想谢。等叶先生来了，好好谢他吧。一定一定。三井良孝连连点头，一边擦着冷汗，一边说道：费小姐，在下这就安排一切，您是否与在下一起出去等候？费可欣道：一起去吧，但不要惊扰了宾客。嗨，三井良孝现在在费可欣面前就跟个灰孙子差不多，身段一下子自降了不止一个档位。一旁的三井新美急忙道：欧多桑，新美想跟您一起。三井良孝迟疑片刻，本想拒绝，可一想女儿比自己看得还要透，便开口道：那你就随我一起吧。随即三井良孝立刻召集三井家族的保镖，让他们守住 VIP 停车场的出入口。这里本身就是半封闭的，位于巨蛋的地下一层位置，车辆进来是一个宽敞的地下通道，专供 VIP 以及演出团队进出使用，是要把住进出口，不会有狗仔队以及其他无关人员看到。三井家族的保镖团队很是庞大，今天在现场的就有30余人，这些人不但要保护三井家族成员以及宾客的安全，还要维持现场秩序。不过三井良孝越看这些人越是感觉惭愧，这么多人守着，自己也在现场，竟然还能让骗子把塔瓦纳从这里骗走，这要传出去，那真是丢人丢大了。虽说三井良孝不太专业，但好在保镖都是精挑细选的，这些人立刻做好所有准备工作，并且严阵以待，以防有任何突发事件。而这个时候，那辆丰田客车率先驶回了巨蛋，几名门口的安保人员依旧戴着白手套，
整齐地站成一排，鞠躬致敬。司机直接把车开进巨蛋内部，而后面几辆车也都跟了上来。三井良孝看着折返回来的车队，整个人都忍不住颤抖，一方面是后怕，一方面也是真生气。在他三井良孝面前把人骗走杀掉，这不但是在太岁爷头上动土，而且是动完土之后还在太岁爷头顶挖个坑，拉了炮屎，何止是羞辱，简直就是羞辱。当车辆在三井良孝和费可欣面前停稳之后，车门打开，叶晨站在门内，转身招呼里面的塔瓦纳和崔佛，你们俩先下去。两人不敢耽搁，赶紧逃一般的跳下车，一脸的惊魂未定，而两人的脖颈上都有一个血窟窿，旁边已经有些发黑发紫，看得令人触目惊心。三井新美赶紧喊了一声，塔瓦纳，你们没事吧？塔瓦纳看到三井新美，跑过来扑进三井新美的怀里，便痛哭道，新美，你差点就见不到我了。三井良孝赶紧上前询问崔佛，肯尼迪先生，你也没什么事吧？崔佛连连点头，难掩慌乱地说道，多亏叶先生，不然我们已经死了。叶晨这时也带着皮特、罗杰和那司机下了车。三井良孝见到叶晨，仿佛丢失多年的孩子见到了爹，激动不已地握住叶晨的手，哽咽道，叶先生，您救了我的命啊。叶晨淡然一笑，开口道，三井先生，这人暂时交给你了。三井良孝看着皮特、罗杰，恨得直咬牙，冷声道，八格牙路，敢在三井家族的地盘上杀人，我一定要你死无葬身之地。皮特、罗杰被三井凶狠的模样吓住，连忙转身求助地看向叶晨。叶晨则对三井良孝说道，三井先生，这些人你一个都不能杀，而且必须好好保护起来，不能让他们在现有的基础上再有任何闪失，也不能让这件事传出去给外人知道。啊！三井良孝惊讶不已地说道，叶先生，您为什么要留他们的狗命？这种王八蛋就应该统统杀掉，一个不留。叶晨皱眉看着他，冷声道，我说了，要好好保护起来，你能听明白吗？三井良孝见叶晨表情有些阴沉，虽说很难理解，也十分不忿，但一想到叶晨救了塔瓦纳和崔佛，是帮了自己一个大忙，而且旁边还有费可欣，于是便只好点头说道，一切谨遵叶先生吩咐。叶晨看着他，冷声道，我跟你们日本人打过不少交道，说心里话，我遇到的真正有契约精神的日本人并不多，所以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。既然你答应我了，到任何时候都不能变卦，否则的话，不管你在哪里，我都会让你付出代价。三井良孝眼见叶晨满脸肃杀，心中不免有些忐忑，他不是没见过杀人如麻的人，那些人即便再是凶狠，似乎都不如叶晨这般杀气腾腾。此刻的他很是好奇叶晨的身份，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年轻人杀气这么重，而且也不明白这个年轻人为什么能让费可欣都对他毕恭毕敬，因为气势上完全被叶晨压住。他只能恭敬地说道，叶先生您放心，我既然答应您了，就一定不会食言。好，叶晨微微点了点头，随即看向皮特、罗杰，开口道，从现在起，三井先生会负责你们的安全和生活起居，我对你们背后是什么人并不感兴趣，所以你也不必跟我说，你只需要好好活着，我们之间的约定就算是完成了。皮特、罗杰此刻对叶晨真心充满了崇敬之情，连忙说道，谢谢叶先生，谢谢。叶晨转而又看向三井良孝，道，我只是让你保他们的安全以及对今日所发生的一切保密，所以你不得难为他们，逼他们说出他们不愿说出的事情，要待他们如座上宾，明白吗？三井良孝心里郁闷，这几个人差点让他现了大眼，叶晨还让他带这几人如座上宾，他心里自是不愿的，但是有叶晨的气场压在这里，他也不敢有任何质疑，于是也只能点头道，叶先生放心，
我一定完全遵照您的要求。叶晨嗯了一声，又道：里面有些人受了伤，但都还没有死，伤的你要负责给他们治，残的你要负责安排人照顾他们饮食起居。好，有了先前的预防针，三井良校对叶晨的要求已经不觉惊讶，只要叶晨不让自己把他们当亲爹一样供起来，自己都能接受。随后叶晨看了看塔瓦纳，又看了看其他人，随即开口道：好，接下来我说一下后面每个人要做的事情。众人赶紧看向叶晨，不知他接下来都有什么安排，尤其是塔瓦纳，整个人显得很是紧张又很是忐忑。叶晨淡然道：三井先生负责封锁一切消息，立刻把所有人安顿好，车辆也开走处理掉，不得留下任何痕迹。这件事从现在起就当没发生过。三井良校立刻道：没问题，叶先生，我这就安排人着手处理。叶晨继续道：皮特，我不知道皮特·罗杰是不是你的真名，但从现在起你必须断绝与外界的一切联系，一切听从三井先生安排。皮特·罗杰恭敬地说道：好的，叶先生。另外，我的真名叫利亚姆·史密斯，曾服役于美国海军陆战队。叶晨点了点头，转而看向塔瓦纳，开口道：斯维特小姐现在可以稍事休息，为今晚的演出做准备。另外，这件事同样不得告诉任何人，包括你的父母。塔瓦纳一听这话，瞬间就哭了出来，哽咽道：我不要开演唱会了，把演唱会取消吧。取消？三井良校一下子头大如斗，都知道这演出是三井家族背后推动的，他还专门组织了今天的上流社会派对，外面几万观众已经开始陆续抵达，等待入场了。这时候塔瓦纳忽然说取消演唱会，那三井家族也不好跟大家交代啊。于是他只能耐着性子劝道：哎呀，斯维特小姐，哪有演出前几个小时取消演唱会的？很多从外地甚至外国来的歌迷都已经到了，这时候取消，对你的声誉也有很大影响啊。塔瓦纳哭着说道：我都差点死了，还让我开什么演唱会啊？我现在什么都不相干，只想回美国。回美国？一旁的叶晨冷声道：要杀你的人就在美国，你想回去送死我不拦着，但不能是今天回。今晚的演出你必须给我老老实实的演完，歌单我已经有了，到时候我对着歌单检查，你少唱一首都不行。